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永远站在舞台的中央，像黑洞一样吸走所有的关注。你发的消息他从来都不回复，但只要他说句话，你就可以立刻鼓掌。你的痛苦他视而不见，但他的委屈却能演成史诗级大片。这就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而今天我们要解剖克兰普的核心人格——自恋型救世主。回顾上期，我们简单介绍了克兰普的所有人格，这期将介绍他的核心人格。后续几期将介绍让他走上人生巅峰的4个工具型人格。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的频道，或许这个系列的视频也能帮助你走向人生巅峰。你可能记得他凌晨3点钟发的全是大写的推文，甚至被他那句“没有人比我更懂”洗过脑。但这真的只是表演吗？根据美国医学学会的 DSM-5 诊断标准，自恋型人格障碍有9项特征，包括夸大自我、无限幻想成功、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存在等等。而我们的主角至少符合7项。他会在父亲的葬礼上说，父亲最伟大的成就是生了我，把国家的政策打上自己的名字，叫做特朗普关税。败选后持续2年宣称总统的位置是我的。这些不是段子，而是教科书般的病理性自恋。接下来几分钟，我们将一层层撕开这个自恋宇宙的剧本。现在，让我们戴上 VR 眼镜，来看看自恋型救世主的叙事法则。还记得婴儿是怎么看待世界吗？哭就有奶喝，笑就有人哄。这种婴儿期的全能感，在他身上被放大了100倍。你永远不可能跟他平起平坐，要么当他的鼓掌机器，要么当他的背景板。还记得2017年的北约峰会吗？他一把推开黑山总统抢 C 位的画面不是偶然。白宫前幕僚长说过，在他眼里，外国首脑不过是情缘。普通人遭遇批评会反思，而他呢，会把每个反对者都变成剧本里的反派 BOSS。还记得他说过，通俄门调查是史上最大的猎物吗？心理学把它称作偏执分裂机制。世界非黑即白，要么是迫害他的恶魔，要么是崇拜他的信徒。在你我眼中的活人，在他眼里或许只是游戏角色。2018年，他把关税战称作是我最伟大的游戏。2020年称防疫专家是演坏医生的临时演员，就连国家机器都是他的道具箱。还记得他突然从叙利亚撤军导致没有恐慌吗？前国防部长说，他的撤军好像是孩子丢掉了不喜欢的玩具。普通人用人生写自传，他却用自传来改写人生。当他说我生来就是美国总统时，这不是夸张的修饰，而是他真心相信。发展心理学发现，这种天选之人的认知源于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构建失败。就像他坚持在通军1号上贴上他大写的金色名字时，这不是虚荣，而是心理刚需。当我们拆解这套叙事逻辑，突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宁可用关税战摧毁贸易，也要在文件署名处加粗显示特朗普关税。在自恋者的宇宙里，秩序可以崩塌，但个人神话必须永存。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身边，周围似乎没有同事，有的只是道具。前国务卿蒂勒申被离职，只因一场会议上称特朗普是个白痴。社会企业理论说，人际关系是互惠的交换，但在这里，你交出灵魂，他施舍聚光灯。哲学家霍布斯说，社会是契约关系，在他这里，对方需要单方面履行契约。2016年他需要民粹，班农就成了战略棋手。2020年他需要家族背书，伊万卡就成了形象棋手。还记得司法部长巴尔吗？当拒绝支持选举舞弊指控后，他就像是被用过的创口贴，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让我们看看更魔幻的场景。当特朗普举着失业工人的照片说我为你而战，他不在乎照片里的人是否真的找到工作，他在乎的是这张照片能为他榨取多少道德优越感。反社会人格研究显示，这类人情感同理心缺失，但认知同理心超常。他们能精确地知道你的痛处，只会把你的伤口变成他的票房。当现实世界风平浪静时，他就会自己制造风暴。当疫情简报收视率下降，他突然宣布考虑注射消毒剂。当民调落后时，他派军队冲撞抗议者。这不是疯狂，是精确的计算。心理学声称这个人格特征有个共同点，通过制造混乱来获得掌控感。但与真正的反社会者不同，他的终极目的不是破坏，而是成为废墟中唯一站着的英雄。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最高段位的权力游戏。这里没有玩家，只有上帝模式的独裁者。但他认为关税只是我谈判的艺术。你以为他在制定政策？不，这只是他的行为艺术。用国家信用来当颜料，拿着全球经济来当画布。人格心理学研究显示，这类人会从规则破坏中获得更多多巴胺冲击。心理学发现，青少年会通过对抗来确定自我。
他把这个机制完成了统治艺术。看看那些举着特朗普是救世主标语的铁杆粉丝和举着希特勒转世的抗议者，他们都被困在同一个青春期对抗的剧本里，只是分别扮演了信徒跟叛军。普通人敬畏历史，而他雕刻历史。2017年，他把美墨边境墙称作是21世纪的长城。心理学家说，控制欲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但在他这里，安全感来自于全人类当他的传奇故事的群演。正常人看到悬崖会刹车，然而他会猛踩油门只为拍一张飞跃照。但他说这是耻辱，我要上诉时，要的不是权利，而是证明自己可以改写现实规则。脑科学研究发现，自恋者的前额叶皮层对结果的感知能力比正常人弱27%，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敢同时挑衅全世界。在他的认知里，这不是玩火，而是给自己加冕火焰特效。现在，让我们进行一个终极拷问：当自恋者把世界当作游戏场时，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或许你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的世界该去往何方？如果这个视频触动了你，请点赞、关注加收藏。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下期再见。